第331章，萧家、萧炎。云岚宗，加玛帝国最为强大的势力，一代代的不间断传承，已经让这个古老的宗派屹立在了加玛帝国之巅。若非是因为宗派教规所说不可夺取帝王之权，恐怕在以前好几次的帝国皇朝更迭之时，云岚宗便是彻底的掌控了整个加玛帝国。而也正因为此，每一代帝国的皇室都对这个近在咫尺的庞然大物极其忌惮。当到了现在的加玛皇室后，因为有着嘉刑天这个守护者以及那神秘异兽的保护，这一代的皇室终于是有了一些能够让的云岚宗也略微忌惮的实力。所以加玛皇室派遣在云岚山山脚之下的那支身经百战的精锐军团，方才一直相安无事。皇室将军团开赴驻扎在这里许多年，其目的几乎是任何人都清楚，他们是在防备着云岚宗。对于皇室的这种举动，云岚宗倒并未有太过剧烈的反应，除了刚开始宗派内一些年轻弟子有些气不过的去军营中偶尔捣乱之外，宗内高层对于此事却是保持着沉默，因为他们也知道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帝王之家多猜忌。对此他们早就已经习以为常，只要云岚宗一天未崩塌，那么那山脚下的军团永远都不敢有着丝毫的异动。没有任何一个加玛帝国的朝代敢真正的对云岚宗出手，因为他们都清楚的知道，这个超级大马蜂窝一捅可是会翻天的。云岚宗建立在云岚山之上，而云岚山则距离帝都仅有几十里的路程，两者之间相隔甚近，犹如两个互相对视的庞然大物。虽然为了这一天，萧炎已经等待了3年时间，可他却并没有使用紫云翼急匆匆的赶路，反而是不急不缓地踏着步子，对着那视线尽头处直插云霄的雪白山峰行去。一袭黑袍，身负巨齿，宛如苦行之人。通畅的大路之上，身着黑袍的青年缓缓行走，背后那巨大的黑齿显得极为引人注目。路道中偶尔来往的车马之上都将会投下一道道诧异的目光，而对于这些目光，萧炎却是恍若未闻，脚步不轻不重，即使悬重尺的重量足以让任何初一接触的人感到骇然，可经过这2年的接触，萧炎对他的重量已经非常熟悉，故此背负着他赶路几乎没有半点的延迟，落脚之处也只是留下一个浅浅的脚印，丝毫没有当年一落脚一个深坑的狼狈一幕。一步一个脚印，不急不缓，虽显单薄的身影却是透着令人侧目的从容与洒脱。这番静心而行，对于萧炎并非是无用之功。在刚出城门之时，那因为才突破大斗师不久的缘故，丝丝气息总是从体内满溢而出，让得周围路人不由自主地远离了萧炎身旁。那股气息压迫，可不是这些斗者甚至斗者都不到的路人可以抵抗的。一路走来，到的现在，萧炎体外满溢的气息已经一丝丝地侵进身体深处，再次看去，除了背后锯齿之外，已经再无任何有异常人之处。当那突破了地平线束缚的太阳缓缓攀至高空之时，萧炎终于是停下了脚步，站在一处斜坡之上，望着视线尽头处的那庞大山脚。在山脚处的位置，巨大的军营连绵起伏地出现在平坦的草地上，目光透过那些白色帐篷，隐隐能够看见一些操练的士兵。果然如别人所说，加玛皇室在云岚山之下驻扎了精锐军团。收回目光，萧炎摇了摇头，行下斜坡，顺着大路缓缓行进山脚。虽然这里的军营防守极为森严，不过对于那些要上山的路人却并未有什么阻拦，所以萧炎只是被几个路旁站岗的士兵目光随意扫视了一圈后，便是极为轻易地顺着大道爬上了山脚。随着葱郁之色开始出现在两旁，耳边的士兵操练声也是逐渐消散。微微抬头，出现在萧炎面前的赫然是那蔓延到视线尽头的青石台阶，一眼望去宛如通天之梯。站在山脚之下，萧炎抬头凝视着这不知道存在了多少岁月的古老石阶，眼眸缓缓闭上，隐隐间似乎有着细微的剑鸣之声从石阶尽头清脆传下，在山林间悄然回荡，犹如钟吟，令人心神迷醉。沉默持续了半晌，萧炎睁开眼来，轻拍了拍背后的悬重尺，脚步轻踏，终于是结结实实地落在了那略显湿润的古老石阶之上。这一刻，3年之约正式抵达。
脚步落下的刹那，萧炎能够察觉到自己的灵魂似乎都是在此刻吐了一口压抑3年的气息。3年之前，身负一种看上去似乎挺莽撞与幼稚的羞怒与怨恨，少年离家进深山闯大漠，刀剑血火中犹如蛹虫一般迅速地蜕变着自己。3年岁月磨去了稚嫩，也见证了成长。然而这一切的付出都是为了今日之约定。胸膛间充斥着一股莫名的情绪，萧炎脚步却依然保持着那般均匀的速度，目光直直地锁定在那一格一格跳过去的石阶尽头，视线犹如是穿透了空间阻碍，射在了那山顶之上盘坐的女子身上。纳兰嫣然嘴巴微动，平静儿带着一些其他情绪的名字悄悄从萧炎嘴中吐了出来。漫漫石阶尽头，云雾缭绕，云雾之后是巨大的广场，广场完全由清一色的巨石铺就而成，显得古朴大气。在广场的中央位置，巨大的石碑巍然而立，石碑之上记载着云岚宗历届宗主以及对宗派有大功之人姓名。环视广场，此时这上面足足近1000人盘坐其中，这些人呈半圆之形而坐，他们无一例外的全部身着月白色的袍服，在袖口之处云彩长剑随风飘荡，犹如活物一般，隐隐噙着许些微弱剑意。在广场顶端位置处，却是衍生出一些高耸的台阶石座，台阶逐渐向上，大致是越往上年龄则越大。最高一层的石台，此时正空荡着无人而坐，其下是10几名盘坐而坐、闭目养神的白袍老者。这些老者虽然从表面上看不出有丝毫特色，可身体之上那犹如钢铁一般，任由风儿如何吹拂，都是没有半点动静的衣袍，却是让的人心中知晓，这些老者不简单。这些白袍老者在其下是一个单独的石阶位，身着月袍裙袍的女子微闭眼眸，微风拂来，衣袍紧贴着娇躯，露去其下那完美的曲线身材。镜头一向女子那张平静淡然的美丽脸颊，赫然便是纳兰嫣然。虽然广场之上足有将近1000人，然而广场中却是鸦雀无声，除了风声呜啸之外，再没有半点一声响起。偶尔间，一阵稍烈的风儿刮过广场，顿时满眼之内白袍飘动，宛如天际云彩降落一般。这般景象一眼望去，颇有些震撼人心。有时忽然半空中响起破风之声，旋即人影出现在了那高耸的树间之上，镜头瞟去，方才察觉在广场周围的一些巨树之间上，竟然矗立着不少人影。不仅海波东在此，就是连砝码、嘉刑天，甚至纳兰杰以及其他几个家族的首脑和晚辈，比如上次与萧炎有过冲突的木战等人，都是在此。看来这一次云岚宗所邀请的人还的确是不少。赶来的人影并没有莽撞的出声打破广场中的安静氛围，虽然一些实力强横的云岚宗弟子对于这些虽然来到的客人有所察觉，可却并未有着半点反应，安静地盘坐在地，看上去似乎早就收到过命令。站立在树间之上，海波东目光缓缓地扫过那安静的广场，脸色略微有些凝重。在他这种强者眼中看来，自然是能够发现一些别人难以察觉到的细节。在他的感应中，这广场上的近1000名云岚宗弟子呼吸节奏居然完全一致，彼此气息互相牵绕，动之任何一处都将会受到犹如暴雨一般连绵不绝的迅猛攻击。在这个广场之上，这近1000人几乎是宛如一体一般，动手间1000人齐齐出手，即使是斗皇强者也要暂避锋芒啊！不愧是云岚宗，心中轻叹了一声。海波东不得不叹服，想要将这些弟子间的配合调教得如此默契，那得有多困难。偏过头来，海波东与法马家老两人对视了一眼，皆是从对方眼中瞧出那抹凝重。显然云岚宗的这个合体大阵也是让得他们心有忌惮。宽阔的广场安静无声，时间也在宁静中悄然划过。天空之上，巨大的太阳缓缓攀至顶峰，温暖的阳光倾洒而下，弥漫着整个山顶。某一刻，细微的脚步声忽然从广场之外的青石台阶之下悄然响起，轻轻的声音缓缓传上，让得广场中那股浑然一体的气息略微起了点点变化。场地中所有的云岚宗弟子都是睁开了眼眸，视线锁定在青石台阶处，
不轻不重的脚步声正是从那里传来。石台上，那蓝嫣然也是逐渐睁开明亮眸子，目光停在那一处地方，不知为何，那颗本来已经淡然的心，却是忽然有些紊乱地跳动了几下。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亮，以至于石台上的十几位白袍老者也是睁开了眼睛，目光投向同一个地方。遥遥天空之上，忽然间阳光洒下，透过缥缈云层的遮掩，刚好是射在了石阶的最后。那里一道挺拔单薄的身影，终于是缓缓地出现在了无数道视线之中。在广场之上近千道目光的注视下，背负着巨大黑齿的黑袍青年脚步一提，走完了最后的台阶。青年目光无喜无悲地在巨大广场中扫过，最后停留在石台之上那同样将一对明亮眸子投射过来的美丽女人身上。脚步轻提，然后放下，如此前进3步，唯有低沉的脚步声在安静的广场中飘飘荡荡。3步落下，青年抬头凝视女子，淡淡开口：萧家，萧炎。